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2月7号，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好，老师看到 Hardwing 今天第1名哦，很好 Hardwing。海山欢迎，雨柔南武宋平竹月罗山佩霞，欢迎大家哦 Hardwing 帮我点赞了，谢谢。来看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哦，支持老师。好，这边先告诉各位同学，因为这个农历新年快要到了，理查老师也要休息，所以呢，明天开始明天开始老师就要休息了，明天开始理查老师要放假了，所以呢，从明天星期4开始到下星期3，老师都要休息一下，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上完课之后，我们就下星期4再见了哦。下星期4会重新，应该说会继续上课哦。好，那么不用担心，老师明天会告诉大家老师休假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如果老师有空无聊的话，也会上来直播跟大家聊聊天，或者是上一些课哦。好，不用担心。好，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好，这个这个佩霞也帮我点赞了哦。Hello 塔尼亚欢迎，可心裴静欢迎哦，宋平好。今天老师跑了10992，10992。好，我们再看一遍10992，中文要怎么说？10992。哦，林子回日本了，刚刚回日本，今天吗？今天从台湾回去哦。好，林子这几天有来台湾玩哦，那这个他也送了一些礼物给老师。那老师明天要介绍林子的礼物，让大家知道。明天虽然不上课老师可能会直播跟大家聊聊天。明天老师想要介绍一下林子送了什么礼物给我。林子送了好多礼物，有巧克力什么的明天老师来上直播课介绍一下林子有送礼物给老师。好 OK 裴静宋平10992步，罗山竹月林子立新 Redwa 10992步，温馨可心塔尼亚，还有这个月影，还有这位同学小忍 Hardwing 10992步。好，这位来自柬埔寨的朋友欢迎你哦。好，雨柔10992步。好 Christy 10992步。好，孟丹同学欢迎你哦。好，还有佩霞，今天老师跑了10992步。Hello 沙希德同学欢迎。好的，那么我们来上课吧。老弟同学好 OK 大家都答对了，春娇伟明 Michelle 都答对了哦。对，我很开心收到了林子的礼物，林子送了我好多东西，我好开心哦。Hello Simon 欢迎。好，我们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的词汇比较简单哦。来，第一个地名。好，第二个地下室。好 OK 我们今天只要学2个词汇就好了。第一个词汇地名。好，地就是地方 place， 名就是名字，某一个地方的名字就叫地名。比如说各位同学，你们住的地方叫什么名字啊？你们住的地方的地名是什么？你们住的地方的地名是什么？有人住在曼谷，曼谷就是这个城市的地名。好，所以地名就是某一个 certain place， 某一个地方的名字。好，没问题。那各位同学，我们看一下例句。这个地方的
地名是九份。好，九份是台湾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好，所以这个地方的名字 The name of the place is 九份。好，九份是台湾非常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啊，这个地方叫九份。好，这个地方的地名是九份。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是一个导游 ，if you are a tour guide，you need this word， 你需要知道地名这个词。比如说你要介绍这个地方，你要告诉你的这个游客说啊，这个地方的地名是，比如说东京啊，这个地方的地名是台北啊，这个地方的地名是什么什么博物馆。这个地方的地名是什么什么公园。如果你是一个导游，你一定要会地名这个词汇，因为你常常要介绍某一个地方的名字给游客知道。这个地方的地名是，那个地方的地名是啊，所以你就可以介绍给这个你的游客知道，认识一下这边的地名。美国首都的地名是华盛顿，可以啊，没问题，可以这样用啊。好，塔尼亚说我住的地方的地名是圣彼得堡，没问题。好，月莹说我住的城市的地名是胡志明市。好，当然你也可以不用那么复杂，你也可以说我住的地方是胡志明市就可以了。我住的地方是仰光也可以啊，其实平常说话不需要那么复杂。我觉得地名这个词汇可能是导游会比较常用，我们一般介绍的话，理查老师住在台北就好了，其实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词汇一般来说，平常讲话不需要去用它，除非你是导游。如果你是一名导游，你会常常用到地名。这个地方的地名是，那个地方的地名是，你要介绍这个地方的名称，所以你会用到这个词汇。我们一般说话不需要，一般说话就说我住在仰光，我住在圣彼得堡，我住在北京，我住在这个金边就可以了，不需要再讲地名了啊。好 ，OK， 没问题。宋平住的地方是清迈，对，这样就很好了。如果你说这个地方的地名是清迈，听起来你是一个 tour guide， 你是个导游才会用到。一般我们说话其实用不到这个词汇啊。好，我住的地方是北京就可以了。好，我住的地方是澎湖就可以了哦。好，对，九份是台湾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好，一般说话各位同学其实用不到这个词汇。用不到这个词汇。我住的地方是金边就可以了。我住的地方的地名是金边也可以，不过啊，这个句子有点太复杂了啊。其实你说我住的地方是金边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词汇是导游比较常用。我住的地方是马尼拉，很好。我住的地方是拉各斯，拉各斯在哪里？秘鲁吗？拉各斯在秘鲁是不是？我不太确定哎。好，对，有名的地方啊。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的，哦，对了，各位同学，这个地方的地名是九份，这里这个是也可以用叫，这个地方的地名叫九份也可以，你可以用是 like be verb， 是九份，你也可以用 is called。叫九份也可以，你可以用是，你也可以用叫，都可以哦，两个字都可以。好，我们来练习一下北京叫的地名大都，不是大都，大都啊，这个字念都。好，在元朝，不晓得各位同学知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朝代 dynasty 叫做元朝。北京在元朝的时候不叫北京，北京在元朝的时候 during Yuan Dynasty， 北京不叫北京，叫大都。这个大都是它以前的名字，北京以前的名字叫大都啊。好，各位同学，请问你知道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吗？
我住的地方就好了，我住的地方是西哈努克市，很好。我住的地方叫 Pattaya， 对不对啊？芭提雅，很好。拉各斯在尼日利亚，好，太好了，谢谢你告诉我啊。拉各斯在尼日利亚，非洲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我永久居住在新加坡，可以啊，我永久居住在新加坡，所以你不会离开新加坡，对不对啊？好。九份这个地名比较奇怪，对，不过是台湾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Hello， 好久不见了。好，北京在元朝时的地名叫大都，非常好。北京的地名在元朝，温馨，这个裴静的答案比较好。好，北京的地名在元朝时叫大都，裴静的答案比较好。好 ，OK。北京在元朝时的地名叫大都啊。好，北京在元朝时的地名叫大都，很好，这个句子是最棒的。这题有点难啊，你必须知道在元朝时要放在哪里。我们要放在北京的后面。北京在元朝时的地名叫大都，正确答案。好，北京在元朝时的地名，它那个时候的名字，那个时候不叫北京，叫大都。好 ，OK， 很好。北京在元朝时的地名叫大都，很棒。我们再看下一题，不是下个词汇了哦，地下室。好，各位同学，什么叫地下室呢？地下室就是你家的地下层，我们说建筑物可能就是你家或者是一栋大楼地面下的层，地面下有一层，我们这一层可以叫地下室 basement。 各位同学，请问你家有没有地下室？你家下面有没有一层地下室？一般来说，地下室是放储藏东西用的，是存放东西用的哦。存放，老师上次教过存放或储藏 ，store 啊 ，store。好，各位同学，请问你们家有没有地下室呢？有的人如果他家很大的话，特别在美国或者在加拿大，这些国家的人，他们的房子都很大。他们的家下面都有一层 a floor， 叫做 basement 地下室哦。所以各位同学，你家有没有地下室？理查老师家里没有地下室哦，我家没有地下室。好的，那地下室呢？地下室的功能 function， 地下室的功能通常是存放东西的 store things， 存放东西的。好，你也可以说储藏东西，存放东西 store something in the bathroom， in the basement in the basement。 好 OK。 好，月莹说我家没有地下室，大部分的同学家里都没有地下室。海山因为他住在美国，美国比较大，加拿大也是比较大，所以海山家里有地下室。那海山你家里的地下室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海山你家的地下室有什么功能？是用来存放东西的呢，还是有别的功能？地下室通常是用来存放东西、储藏东西用的哦。好 OK。 好，可心说他家有地下室哦。好，孟丹说地下室在楼下，有时候比如说在商场，地下室是被用来当做停车场的，非常好。在一些卖场或商业大楼，地下室是让人停车的 park cars， 变成一个 parking space parking lot， 所以地下室也可以当做停车场，这个我们中文叫地下停车场。好，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哦，地下停车场。特别在商场或者是商业大楼，开车的人会把车子停在地下停车场。如果你去逛商场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 B1、B2， 对不对？这个 B 就是 basement， 就是地下室，我们中文说地下室。那
我们如果是 underground parking space， 我们会说地下停车场啊，地下停车场啊，像这种 B1、B2 就是地下室，中文就叫地下室啊。好 ，OK， 好，地下室通常 usually 通常被用来 be used to， 这边有一个被动语态啊，被用来 be used to。当做 serve us， 好，当做有点像英文的 serve us， 当做储存室 storage room， 储存室。好，储存室都是放一些杂物的地方啊。我们一般来说储藏室哦，海山说的很好，海山他家的地下室被用作储藏室，就是用来存放杂物的地方啊。存放杂物的地方，比如说你有用不到的东西，你暂时用不到，你会放在地下室。有些东西像坏掉的东西，你可能没有地方放，你会暂时 temporary 暂时的放在地下室里面啊。好，地下这个叫防空洞吧？哦，防空洞。丽丽，如果丽丽的家里的地下室是打仗的时候躲在地下室里面啊，那可能这个叫防空洞。防空洞，如果是打仗的时候啊，比如说有战争啊，那可能战争啊，那么你家的地下室就会变成一个防空洞，就是战争的时候。你必须躲在防空洞里面，不然你会被炸弹啦、子弹打到，这个叫防空洞啊。战争的时候，有的人会躲在地下室里面啊。好，那这个如果在美国地下室常常是有这个龙卷风的时候，会把它当作避难所啊，会把它当作避难所啊。好，避难所 shelter 避难所，大家会躲在这个地下室里面。就不会被龙卷风伤害到啊。好 ，OK， 好，没问题。塔尼亚家里的地下室存放马铃薯，真的哦，不会坏掉吗？好，塔尼亚的地下室是用来存放食物的，存放马铃薯的啊。好，非常好。OK， 对，避难所啊。好 ，OK， 像这个日本有时候会有这个 tsunami 海啸。或者是会有地震，可能会需要躲在地下室里面啊。好，老师刚刚说的这个海啸就是 tsunami 或者是地震 earthquake。好，这些词汇都是很重要的基本词汇。海啸 tsunami 海啸，地震 earthquake。好，好的，我们来学习关于地下 underground。其实地下的意思是 underground。好，我们来学习相关词汇。第一个，地下水，好，就是 underground water。OK，underground water。好，那么有些地方他们没有 tap water， 他们没有自来水，他们会用地下水，对不对？好，那这边有个词汇，请你们特别注意哦，就是自来水 tap water。如果你家有自来水的话，通常你打开水龙头 faucet。就会自来水就会出来了，对不对？你打开水龙头就会有自来水 tap water。好，如果你家没有自来水，你们可能用的是地下水 underground water 地下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有学过叫地铁，其实它的全名 whole name 是地下铁 subway。好，你可以说地下铁，你也可以说地铁，都是 subway 的意思，都可以。地铁，地下铁 ，OK， 好的，再来地下钱庄，好，钱 money， 庄就像这个英文的 village， 所以 like money village， money house， 它其实是银行的意思，地下银行，地下钱庄。那各位同学，这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如果你缺钱。你去地下钱庄借钱的话，那么你必须付出非常非常高的利息哦。好，
必须付出非常高的利息啊。好，那么各位同学，你没有钱的话，不可以去地下钱庄借钱，因为地下钱庄的利息非常高。如果你去地下钱庄借钱的话，你必须付出非常高的利息。所以呢，这个我们中文叫高利贷，这个词汇比较难。什么叫高利贷？地下钱庄就会常常用高利贷的方式要你付出很高的利息。高利贷就是你借了100块，可能他要你付50块的利息，哇，这个利息太高了，所以你就可以说它是这个放高利贷啊，它的动词是放高利贷。好，这个比较难，你们知道一下就好了哦。放高利贷就是你去借钱，但是那个利息非常非常高，这个叫放高利贷。基本上放高利贷是违法的行为 ，illegal， 它是违法的行为啊，不可以的，不可以放高利贷啊。对，好的，各位同学，你们应该没有去地下钱庄借过钱吧？老师希望你们不要去地下钱庄借钱，因为地下钱庄会放高利贷。你借了钱之后，必须付出很高的利息，比如说你借100块，可能要付20块的利息，30块的利息，哇，没有办法，你可能会破产的哦。好，对，这算是个违法行为。山义说在柬埔寨没有地下钱庄，我觉得每个国家好像都有地下钱庄很多国家都有地下钱庄。好的。好 ，OK， 地下钱庄、高利贷，我觉得这些词汇你们要把它记起来。放高利贷、地下钱庄，好，对，违法行为，illegal act， 违法行为。好，月莹从来没有借过钱，很好。对，会破产不是破产，破产。好，那么地下钱庄是违法的，地下钱庄是个违法的组织。所以呢，他赚的钱你们可以叫他 black money， 我不晓得英文怎么说了中文可以叫黑钱，就是他赚的钱都是违法的。OK， they earn money in a illegal way。OK， 他们用非法的方式赚钱，他们赚的钱中文可以叫它 black money， 黑钱 ，illegal money， 非法赚来的钱，你可以叫它黑钱black money， 黑钱好 ，OK。好，各位同学，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你也可以成为老师的会员，支持理查老师。好的，那么 Good evening, teacher. I'm preparing for taking HSK 4 test. However, according to your videos, I did not complete reciting the vocabulary. Do you have another question? Okay, I don't really have.But I do read vocabulary for new HSK level 4, but it's not complete yet. OK， 对，地下钱庄是违法的行为好 ，OK， 那各位同学，我们来做一些题目。村子里 ，in the village， 村子 village，in the village， 村子里没有自来水 ，faucet tap water，faucet 叫水龙头。你们知道水龙头吗 ？Faucet， 英文好像可以叫 tap， 对不对？英式的英文水龙头 faucet。好，各位同学要记起来，水龙头 faucet 好，自来水 tap water， 村民用的是什么？村民就是 villager，village 村子。村民 villager， OK， 好，地下水答对了。村子里没有自来水，村民用的是地下水。村子里没有自来水，村民用的是地下水。Christy， 村子里没有自来水，村民用的是地下水。非常好 ，OK，very good， 很棒好，对，地下水答对了。好的，舟山地下水。好 ，OK， 来第二题，
888误点了2小时 2 hours。 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看过误点这个词汇？你们可能学过 delay 这个英文，对不对？你可以用这个延误，你也可以用误点。如果是飞机 airplane， 火车 train， subway 地下铁，你都可以用误点，表示它 delay 了，它没有准时到达，它误点了。所以你可以说飞机误点了，它没有准时到机场。火车误点了，公共汽车误点了，都可以用误点，表示它没有在准时的时间到达。误点 delay 记起来很常用啊。好，地铁误点了2个小时。好，地下铁也可以，地铁、地下铁都可以。地铁误点了2个小时，可以。好，温馨，地铁误点了2个小时，很好。地下铁误点了2个小时，好，对 ，delay 了误点就是 delay。那各位同学，我们有时候也会说2个钟头，可以的。小时，钟头就是小时的意思2个钟头。好，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人说火车误点了2个钟头。什么叫钟头？就是小时的意思。地铁误点了3个钟头，3个小时。公交车、公共汽车误点了5个钟头5个小时。有时候我们会用钟头，那就是小时的意思。好，我可以说地下铁误点了2个钟头可以用钟头好，比较口语的用法好，再来最后一题，他逼不得已。好，逼不得已是个成语，很常用的成语。逼不得已，逼不得已就是别无选择，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他没有 he didn't have any choice， 他没有别的选择。我们还有一个成语叫别无选择就是逼不得已。好，那各位同学你可以把它记起来逼不得已。好，就是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这样做。他逼不得已，他别无选择，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这样做。只好，他只能够向 like from or to 什么什么借钱 borrow money， 这边的向是个介词就是 like from OK。 好，把它记起来好，各位同学，我们说向什么人借钱 borrow money from someone OK。 好，他逼不得已只好向什么什么 borrow money 借钱。他不得不这里不能用不得不他不得不只好，我们不会这样说。好，我们说他逼不得已只好，他别无选择只好 OK。 现在的我别无选择了，很好的句子。他逼不得已只好向地下钱庄借钱，他逼不得已只好向地下钱庄借钱。好，地铁怎么能误点呢？发生了什么事呢？是不是发生了意外呢？他逼不得已只好，很好，他不得已才去，可以，他不得已才去地下钱庄借钱。好 OK， 这位同学，他逼不得已只好向地下钱庄借钱。好，伟明也答对了。 OK， 那各位同学特别记得，我们今天还学到很多成语第一个逼不得已，第二个别无选择。好，所以这些成语跟搭配都希望你们把它记起来。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明天开始老师要休假了，所以明天到下个星期三老师都休假，我们下星期四见。那各位同学这段时间理查老师有空会上来可能直播跟你们聊聊天，不一定但是基本上
明天开始休假，休到下礼拜3，我们星期4继续来学习中文。好，逼不得已的意思是没办法，是的，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只好这样做，你没有办法啊。好，祝各位同学新年快乐，我们下周见，拜拜。